美 F-22战机遇到了怎样的发展窘境？为何美空军对此进行大幅度退役？对美国有怎样影响？美 F-22战机为何不被美空军重视？使用价值被不断削弱，真要在2030年退役？我们都知道，现如今美国空军正在对本国战机进行退役。此前就有消息称，美空军大幅度退役一批老旧战机，以此来节省出成本，去采购新战机。但是在美空军退役的名单当中，我们看到美最新5代机 F-22也在其中，这就十分耐人寻味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 F-22战机是美国一型单座双发高隐身性第5代战斗机，是世界上第1种进入服役的第5代战斗机。此外，美国 F-22战机的隐身性能、灵敏性、精确度和态势感知能力结合，组合其空对空和空对地作战能力，使得它成为当今世界综合性能最佳的战斗机。但是就是这样一款具有超性能的战机，美空军就选择将其退役，这确实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并且对 F-22战机所遭遇的情况感到十分唏嘘。然而关于美 F-22战机的退役，这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对此有报道指出，美 F-22战机退役的实际原因可能与2018年肆虐佛罗里达州的麦克飓风有关，有多架 F-22在那场风灾中受损，而基地也一直没有彻底修复。据悉，在2003年五角大楼宣布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海滩附近的廷德尔空军基地将作为 F-22猛禽战斗机的训练驻地时，当地政界人士与民众都相当开心，认为这批 F-22战机将为社区带来活力。但是好景不长，在2018年的10月10号，评为 F5级的麦克飓风登陆佛罗里达州，最高风速已突破17级，达到恐怖的时速260公里。这么恐怖的风力足以破坏路径上的一切，因此这也使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海滩附近的廷德尔空军基地遭受到了巨大损失。此外，据消息称，在超强飓风来临的时候，即使廷德尔空军基地已经门窗紧闭，加固了 F-22战机所在机库的防御，但是强风携带的碎石与杂物击穿了机库屋顶，造成了多架 F-22战机或受雨淋或受杂物破坏的损坏。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空军事后评估全部受损伤的 F-22战机都可以修复，但是显然有些内伤不容易发现。此外，消息还指出，由于廷德尔空军基地的损失达到数十亿美元，这就使基地的优先顺序发生了变化。美国国防部不愿意花太多钱重修这座基地，这就使 F-22战机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因此，这一批受损坏的 F-22战机就可以将它们与美军选择砍掉的33架 F-22战机联系在一起。而且这完全不是巧合，因为这33架 F-22战机刚好也是处于廷德尔空军基地。所以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空军已经对这批 F-22战机感到完全失望，才会选择及时止损，以此来节省开支。然而这只是美国 F-22战机衰弱的一个缩影，因为不止佛罗里达州廷德尔空军基地的 F-22战机受到了巨大损失，而且其他基地的 F-22战机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据悉，在上月月底，一架 F-22战机在着陆的时候出现了扑街，也就是鼻轮折断了。然而在2021年，艾格林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一架 F-22战机的前起落架无法正常放下，所以只能采取摩擦机鼻迫降的方式，以此来正常降落。不仅如此，在事后发现，美空军1/5的 F-22战机起落架都有问题，其中近40架必须修复，而其他则未得到检查。此外，据美国空军安全中心的数据显示，2021年有5架 F-22战机发生事故，损失金额高达60万美元。因此，这就使美国 F-22战机的发展现状面临着十分巨大的窘境。这就使美国空军对 F-22战机的发展感到担忧，所以才会对 F-22战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此来节省成本。对此，此前有消息就指出，美空军在未来发展计划中表示有意于2030年代淘汰 F-22战机，但是随后却又宣布与洛克希德马丁签署总价近109亿美元的 F-22升级案，且预计将执行至2031年。根据美国国防部资料，其已与洛马签署价值达108.6亿美元的先进猛禽增强与维持计划，用于为 F-22战机提供必要的现代化与机队维持作业，内容包括采购升级、用硬体、软体更新、后勤支援等。
工程将于洛马的德州沃斯堡厂区进行，合约完整执行期为10年，将于2031年10月31号完成。报道还指出，虽然美军计划将 F-22 战机进行升级，但是这也代表美 F-22 战机机队在全面完成升级后，就将会面临退役的窘境。此外，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上将有意将美国空军战术战机的种类自7种减为4+1种，其中就包括下一代空中优势第6代战机、F-35战机、F-16战机、F-151X 战机、A-10攻击机。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并没有 F-22 战机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美空军 F-22 战机的发展现状，美国空军负责战略整合与需求的副参谋长海诺特中将指出，当进入2030年后， F-22 战机将不是对抗中国威胁的正确工具，尤其是在印太区域保护台湾、日本、菲律宾等朋友的时候。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 F-22 战机的发展受到了较大影响，且其影响力也被大大削弱，因此这对于美 F-22 战机来说也将是巨大的损失，这也将会使其在美空军的地位将一落千丈，并且其使用价值也被不断弱化，这也给 F-22 战机的发展蒙上了阴影。据悉，现如今美空军 F-22 战机的数量已经只剩下153架，美空军计划将其分布在维吉尼亚州兰利尤斯迪斯联合基地、阿拉斯加艾蒙多夫理查森联合基地和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值得一提的是，五角大厦承诺会重建廷德尔空军基地，但是修复之后将是接受 F-35联合打击战机，不再是 F-22 战机。预计在2023年秋季接收其第1架 F-35战机，这对于廷德尔空军基地来说也将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这我们可以知道，美空军未来的计划还是要大力发展 F-35战机，并且要将其视为对抗中国的利器，且会不断加快其的升级，以此来应对中国的威胁。因为中国现如今歼20的发展也已经取得了飞快的发展，而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这对于美空军来说也将是十分巨大的威胁和巨大的挑战。因此，这才使美国对战机进行如此巨大的改革，并且在自己的财务预算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将继续加快对下一代空中优势项目的研发。这就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看出，美国确实对中国的飞快发展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急切希望研制出新战机，以此来加快自身的发展，壮大自身的空军力量，并能够实现对中国的超越。所以美空军才想要尽快完成自己的战机升级，以便在未来最高烈度战场环境下扩大战机的作战范围，并保持空中优势，对中国产生巨大威慑作用。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加快中美两国的对决，并对中美两国都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